我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整整3天了。这里是绝阴谷，这方天地间臭名昭著的魔道大派。而我，陆渊，一个在现代社会遵纪守法的大好青年，现在的身份是绝阴谷内门真传弟子柳曼娘圈养的血滴。这就是我的主子，也是明晚就要亲手要了我命的女人。气血倒是养得不错。陆渊啊陆渊，你这天生纯阳之体，可是我寻遍了方圆3万里才找到的极品。这3个月来，我为你吃了多少珍贵灵药，可算是把你养熟了。明晚子时就是我九阴化骨诀大成之日，到时候我会一点一点吸取你纯阳灵力本源，将你的神魂炼化入灯。你放心，师姐的手法很快，保证让你在极致的快欲中死去。师姐大恩，陆渊没齿难忘。倒是个懂事的乖孩子，给他洗刷干净，今晚再喂一颗催血丹，明晚我要用最好的状态采补它。要是出了半点差池，我剥了你们的皮。是。明晚子时，也就是说，我只剩下不到24个时辰的寿命了。好，那千年玄铁链连筑基期修士都挣不开，更何况外面还守着不知道多少魔道妖人。打我这副被药物催熟的凡人身体，柳曼娘只需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把我碾成肉泥。难道老子刚穿越过来就要变成别人修炼的肥料吗？检测到宿主面临生死危机，符合激活条件，无尽炼丹推演系统绑定成功。系统，快说说你有什么功能？能直接给我拉满修为，或者给我一把神器劈了这牢房吗？本系统为推演类辅助系统，无直接战斗功能。核心功能：万物皆可为丹，宿主可将现实中的任何物品、功法，甚至是天道法则作为材料。在推演空间内，宿主可进行无数次试错，推演空间内死亡不影响现实。无数次试错，死亡不影响现实。我要毒死柳曼娘，可是我拿什么毒死一个实力高强的魔道修士？迷情香、尸水、纯阳之血。系统开启推演。推演空间已开启，请宿主投入材料。第一次推演开始。敢暗算我，找死！推演失败，宿主死亡。护体真气是吧？再来！第2次推演开始。推演失败，宿主被烈火焚魂而死。第130次推演开始。宿主被炼成傀儡。把迷情香的比例提高3倍，用纯阳之血作为伪装，尸水作为引子。推演成功，恭喜宿主成功推演出一品绝命毒方化魂散，配方特性无色无味，以纯阳之血为引，完美避开修士的真气感知。毒发时间3息，一旦入体不化肉身，专容神魂，筑基期以下处之必死。柳曼娘，明晚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希望你能喜欢。哟，陆大少爷，这是醒了？给脸不要脸，这可是好东西。催血丹的药效极其霸道，但我并没有慌乱，借着药力逼出几滴心头血，混着催情香灰和尸水，制成推演800次换来的化魂散。陆渊，
准备好迎接你人生中最快活，也是最后的一个夜晚了吗？师姐，我好难受。难受就对了。崔雪丹已经将你的纯阳之气逼到了极致，过来，把这杯极乐酿喝了。机会来了。师姐，我自知今日必死无疑，临死前，能不能请师姐喝下这杯酒，就当是给我送行了。倒是个痴情又识趣的种。你在酒里放了什么？你在酒里放了什么？放了什么？当然是放了你最喜欢的心头血啊，师姐。怎么，这就受不了了？你在推点空间里杀了我812次，每一次我都疼得死去活来。现在，也该轮到你体会一下这种感觉了。只要你给我解药，我什么都答应你，我的功法全都给你。解药？师姐，你这话说的太不专业了。我下毒只管杀人，哪有空去研究解药啊？这不是浪费时间吗？神魂残存，如果不处理干净，有可能会被宗门长辈用秘法追溯到我身上。哼，来，师姐，这可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安息之地。我检查了一下他的储物戒指，他的神识印记已经破灭，我轻易的就探入其中。发财了！有了这些资源，我完全可以找个深山老林，躲在推演空间里，搞到天荒地老。他突然死了，魂灯肯定会熄灭，绝阴谷的长老们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杀过来，横竖都会被追杀。那我跑路之前，要不要干脆玩一票大的？既然决定要走，那就把这个魔窟整个掀了吧。柳曼娘的魂灯随时会灭，我最多只剩半个时辰，这点时间连绝阴谷那破呼山大阵都跑不出去。哎，不过老子有挂呀！系统开启推演，推演空间已开启，投入目标材料，劣质火属性法物与毒草，推演目标大范围高杀伤性，可延时引爆的爆炸物，以及完美潜入万药园与玄冥阁的路线。第一次推演开始，你在配置炸药时手抖了一下，被当场炸成肉酱。第7次推演开始，你成功调配出炸药，但在前往万药园的路上被巡逻的执法弟子发现，被乱箭砍死。第29次推演开始，你摸清了巡逻队伍的规律，成功潜入万药园，但在试图拔出一株千年血参时触动了禁制，被护园阵法绞杀。83次推演开始，第105次推演成功，恭喜宿主成功推演出特殊暗器子母连环爆炎雷，并获得绝阴谷核心区域完美前行与破解禁制路线。我按推演记忆，用柳曼娘戒指里的符箓丹药一炷香造出10颗爆炎雷，随后服下1颗培元丹，药力化作暖流，让我体能短暂超越凡人极限。柳师姐，您才不完。出了地牢，借着夜色的掩护，我像个幽灵一样，在绝阴谷的建筑人群中穿梭。一炷香后，我顺利摸到了宗门的万药园，没有丝毫犹豫，我掏出2颗爆炎雷，埋在了药园阵法的2个核心阵脚下。
然后我拿出储物戒指，开始了疯狂的进货。100年灵芝拿走，300年份的猪骨拿走。仅仅半盏茶的时间，核心药田硬生生被我拔成了一片光秃秃的荒地。下一个玄冥阁。有了前车之鉴，玄冥阁的扫荡更加顺利。把那些没人管的基础功法、杂技、修仙界地图，统统打包带走。老子这3个月的精神损失费，先收点利息。天杀的！谁炸了老夫的万药园？老夫要将你抽筋拔骨！什么修仙大派，什么魔道高人，在爆炸的艺术面前，众生平等。我拼尽全力逃离绝阴谷，压榨培元丹药力狂奔一夜，跑了400-500里，进入10万大山边缘才敢停下。摸着满是资源的储物戒指，我正美。年轻人，跑得挺快呀！你身上的邪嗅味儿很重，很美味呀！他妈的，跑了半宿，怎么又来一个不长眼的？小娃娃，你身上的味道太香了，纯阳之血还带着极品灵药的残余药力。乖乖让老夫吸干你的血，老夫可以考虑留你一个全尸。老东西，你妈没教过你，出门在外少管闲事吗？哼哼，冥顽不灵，区暗器也想伤老夫。你在雷里放了什么毒？谁告诉你那只是一颗炸雷的？爆炸只是掩护，真正要命的是随着爆炸瞬间雾化的化魂散毒物。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修仙者，最大的毛病就是废话太多，而且太相信自己的护盾了。我的神魂在融化，饶命！下辈子注意点，别乱闻别人的味道。就这点破烂，还出来学人家打劫，挫骨扬灰，物理超度。做完这一套标准化流程，我才拍拍屁股，继续朝着大山深处走去。2天后，我来到10万大山边缘，与世隔绝的落槐村。这是个宁静的凡人小村。我换上脏旧衣服，抹上锅底灰，装作逃荒难民，敲开了村长王老汉的家门。造孽呀！外面又闹兵灾了。王老汉听完我编的全家遭土匪一路逃难的凄惨故事，忍不住抹了把浑浊的老泪。村长爷爷，我有一把子力气，能干农活，您看能不能让我在村子边上搭个茅草屋落脚？我给您磕头了。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好孩子，快起来！村西头刚好有一处荒废的空院子，连着10亩薄田。你要是不嫌弃，那院子就归你了。田你也先种着，村里管饭。多谢。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安分守己的庄稼汉，我用剩下的碎银子买了一只刚满月的小母猪，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花花。逃跑结束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将柳曼娘的储物戒指拿了出来，神识探入，看着那堆积如山的下品灵石，各种珍贵药草和几本高级功法，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但我没选那些魔道功法，反而拿出了老乞丐那本最基础的引灵篇。魔道功法隐患太大，不符合我安全第一的狗道准则。系统开启推演。
推演空间已开启。推演目标以引灵篇为框架，融合所有灵石与灵药的能量，推演出一门没有属性冲突、根基最完美且能够无限进化的神级功法。顺便帮我把修为拉满。检测到材料极其庞杂，推演过程将极其漫长，是否确认？确认，老子现在有的是时间。推演开始。第1年吸灵石爆体，第5年才成功引其入体，第10年因引灵篇上限低，强行吞药经脉寸断而死，第75年因引一反毒，修止筑基大圆满，为求安全拒绝突破金丹，转而强行压缩灵力，第99年将灵力压成固态结晶，储量是同期1000倍，第103年所有材料耗尽，那本破烂引灵篇在无数次死亡试错下发生了不可名状的变异。恭喜宿主推演成功，获得未知变异功法，暂时命名为吞天造化诀。功法特性无属性，可模拟任何功法气息，丹田化为黑洞，无视境界壁垒。筑基大圆满？不，我现在的灵力密度，就算是金丹期的高手站在我面前，我也能一巴掌呼死他。土匪。这村子可是我选定的洞天福地，我还没搞够呢，是谁这么不长眼？大清早的来打扰我种田。哭，接着哭，大点声！筑基期初期。老子乃是狂狮寨的大当家，屠雄。这方圆千里都是我狂狮寨的地盘。老子最近修炼血煞功到了瓶颈，需要100颗凡童的心脏来做药得。赶紧把村里10岁以下的娃娃都交出来，老子可以考虑给你们这些老骨头留个全尸。上仙饶命啊！娃娃们是村里的根啊！那个，打扰一下，你他妈又是哪根葱？我就是个路过的老实本分庄稼汉，你们杀人放火我不管，但你们的动静实在太大了，吓得我家那头刚满月的小猪一直叫唤，不仅影响它长肉，也影响我睡回笼觉，所以能不能请你们安静一点？老三，去把这傻子的4肢剁了，舌头割下来喂狼。老子最烦装逼的人。得嘞，大当家瞧好吧。嘿，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什么怪物？给我死！给我死！给我死！太吵了。既然来了，就都留下吧，当做花花的粉料。不行，这太危险了，打了小的来老的，杀了头领来山寨，这简直是修仙界第一定律啊！屠雄背后的狂狮寨，才是最大的隐患。为了我未来几百年的平静正田生活，为了我能有一个绝对安全的睡眠环境，这个什么狂狮寨，必须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狂狮寨在3000里外的断魂谷。真热闹啊！
为了爱与和平。我深知斩草除根的重要性，哪怕是一条看门狗，我都不能放过。谁知道它会不会因为主人被杀而产生执念，几百年后变成妖王来找我报仇？完美，这下终于有安全感了。大长老，勘测阵法显示，就是这底下，这里果然有一条微型的无主灵脉。天才地宝，有德者居之。传我的命令，此地从今日起归我清风谷叶家所有。至于这些碍眼的凡人，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免得走漏了风声。老子跑了3000里地，刚加完班回来，连一口水都没喝上，就想安安静静的喂个猪，怎么就这么难呢？大长老，这些凡人怎么处理？直接用火烧了吗？这微型灵脉虽然不大，但也足够我们清风鲁叶家再培养出3名筑基期后辈了。匹夫无罪，怪只怪这些蝼蚁命不好，投胎在了这块宝地上。我说各位高来高去的修仙大老爷，你们是不是对天才地宝有德者居之这句话有什么误解？这底下的灵脉既然在洛怀村的地界，那就算是村里的集体财产，你们不问自取就算了，还要杀人灭口，这吃相是不是太难看了点？哪儿来的风汉？这凡人怕是被吓傻了吧？大长老，我去活劈了他！太慢了，破绽太多，而且你没洗澡，有股狐臭味。什么？剑不是这么用的，容易伤到自己。体修，你究竟是何人？为何要多管我清风谷叶家的闲事？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吵到我睡觉了。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这块地，那我就做个好人，把你们全都埋在这儿吧。哼，狂妄！借清风绝影剑阵，给我把他绞成肉泥！花里胡哨，华而不实。你到底是什么修为？我是洛怀村的一个老实本分种地人。你要干什么？借你一用。系统开启推演，推演空间已开启。推演目标：以叶家血脉为引，炼制一种只能通过空气传播、精准锁定具有该血脉之人且无药可解的范围性咒毒。我要他们满门死绝，连只带有他们血统的看门狗都不能放过。检测到目标带有强烈的诅咒因果，推演开始。推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咒毒血脉枯萎之余。我睁开眼，掌心出现一团诡异红光液体，我将固态灵力聚于指尖，把它弹向500里外的清风。它化作暗红色乌云，将降下专杀叶家血脉的血雨，且查不出任何痕迹。完美，这下真的安全了。王大爷，没事了，大家收拾收拾，回去做饭吧。顺便把地上的血洗洗，别吓着孩子。外面修仙界打了50年，我在洛怀村把吞天造化诀推到第2层，丹田灵气洁净，王老汉老死，他孙子王二狗接任村长，视我为村守护神。又过100年，王二狗也走了，村里换了好几茬人，300年弹指而过，
凡人已更迭数朝，我只在推演空间，默默积累。如今我修为已达修仙界认知之外的混沌境，一拳可破苍穹。那严重的被害妄想症终于缓解，我想我应该是彻底安全了。用力，对，好样的，头出来了。老子养了300年的猪啊！陆县长，天裂了，神仙发怒了，咱们村是不是要遭天谴了？没事，小虎，天上没神仙，就是有几只不长眼的鸟在打架，吵到咱们村子了。你在家看好门，我上去把他们赶走。渡劫期是吧？老子苟了300年，你们在外面怎么打生打死我都不管，但你们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跑到我的头顶上乱扔垃圾。两位，你是何人？装神弄鬼，不管你是谁，敢插手本座与这牛鼻子的生死绝招，今日本座定要你神魂俱灭！我叫陆渊，就住在下面那个村子里，是个种地的。你们刚才打架弄塌了我的猪圈，还吓晕了我的5只小猪仔，那是我花了300年心血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所以我上来是想问问两位，我的猪圈你们打算怎么赔？区区蝼蚁也敢来质问本尊？不知死活的东西！既然你心疼你的猪，那本座就送你下去陪他们。果然，在你们这帮高高在上的修仙者眼里，除了斗法，根本不懂什么叫讲道理。不赔就算了，我自己拿。这是什么力量？我怎么会死在一个凡人的农具之下？吵死了！老祖死了，问天剑尊被那个凡人一锄头敲成灰了。怪物，那是不可名状的怪物！逃，快逃啊！他们看到我杀人了，他们也看到了我长什么样，甚至有可能记住了洛阳村的位置。虽然他们现在被吓跑了，但保不齐这几百万人里有那么几个心理扭曲的，回去之后越想越气，躲在暗处给我下咒怎么办？万一他们回去禀报了上界的老祖宗，引来更厉害的仙人下凡报复怎么办？哪怕他们不敢报复我，万一他们偷偷潜入洛怀村，在村口的井水里下毒，毒死了我的花花和那些刚出生的猪仔怎么办？既然你们弄坏了我的猪圈，看到了我的脸，那就都留下来做肥料吧。不好，周围的空间被封锁了。别白费力气了，这个阵法连天道法则都能隔绝，别说是你们，就算是上界的仙人下凡，今天也得给我在这儿乖乖罚站。陆前辈，饶命啊！
砸坏您猪犬的是问天剑尊和血河老祖，他们已经被您杀了。冤有头债有主，与我们这些晚辈无关啊！是啊，前辈，只要您肯放我们一条生路，领天剑河也可以先出盖一座纯金的宫殿都行啊！赔钱？如果是在我出阵之前你们这么说，我或许还会考虑一下，但现在你们活着，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啊！我的真元，我的灵根在融化！吴尊救我！我想死啊！半炷香后，100万正魔联军全被分解成灵气尘埃，落回10万大山。为保万无一失，我用神识将元万里反复扫荡3遍，连地下3000尺冬眠的变异土拨鼠都揪出来捏碎，确认无任何漏网之鱼。呼，终于安静了。不对啊，今天来的这几百万人，只是凌天剑阁和九幽魔宗的精锐主力。既然是这么大的宗门，他们的山门驻地肯定还有留守的弟子、必死关的太上长老，甚至是封印在地下不知道多少年的老祖宗。万一他们悲愤交加，用举国之力献祭，召唤出什么沉睡的仙人虚影来找我说命怎么办？不行，太危险了！如果不能把他们的山门彻底抹平，连根拔起，我这后半辈子还怎么安心睡觉？系统定位，我要去给他们物理搬家。天塌了！天塌了！阁主陨落，精锐尽丧。到底是谁能在一瞬间覆灭我剑阁100万大军？大阵，快开启护山大阵，唤醒沉睡在后山的历代祖师残魂！你是何人？藏经阁有10万卷功法，宝库里有3000万极品灵石，后山还有一片10万年份的灵药园。好家伙，底蕴挺深厚啊！既然你们老祖弄坏了我的猪圈，那这无量剑山我就笑纳了。留着是个祸害，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1炷香后，我来到九幽魔宗的无底血渊，踩碎万魔大阵，再用纯阳真火将整个血渊烧成坑，连坟里的2只10腐毒甲虫都被我精准捏爆。这下应该彻底干净了。怎么回事？检测到异数，破坏位面平衡，抹杀世界气运之子，异类当诛。诛我！老子好不容易才盖好的猪圈，好不容易才攒够的家底，你现在让我死，那我的安全感谁来负责啊？如果我现在硬拼，赢的概率有多大？哪怕只有0.1%的意外呢？万一天道在瞎掉的瞬间自爆，把这个世界炸穿了怎么办？不行，这场不能打，性价比太低了。你喜欢瞪是吗？那你就在这儿慢慢瞪吧。风间大挪移。仙长，陆仙长，您回来了！小虎，别废话了，没时间解释了。大家听好，外面马上就要塌了，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回家，抱紧家里的顶梁柱，千万别松手啊！回家抱珠子，仙长，怎么不逃命吗？废话，老子就是要带你们一起逃命！系统，把这块地给我收进无量空间戒指里。反应挺快啊，系统管理员同志。不过，老子不陪你玩了。在这个世界苟了300年，我早就把修仙界的地形图背得滚瓜烂熟。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是天道法则也无法完全渗透的绝对盲区——藏深渊。好险，总算是甩掉那个头盔盲了。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的新家了。等我在这儿苟个1000年，把实力推演到连天道都能一巴掌拍死的地步，我再出去。新鲜的食物，吃了你！本来还愁新家第一顿饭吃什么，送上门的外卖不要白不要。系统，给我分析一下这玩意儿的肉质，看看适合清蒸还是……烈烈的生灵，成为伟大的卡尔扎斯身体的一部分吧！他你大爷！这是什么力量？你不是凡人，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我是你未来的食客。
系统检测完毕了吗？检测完毕，目标远古混沌邪神残躯，肉质极其坚韧，蕴含高浓度混沌法则，切片清蒸，可保原汁原味。是。你要干什么？别过来！伟大的卡尔扎斯诅咒你！诅咒我？你还是先担心一下火候吧。我的本命护心灵，我要炸了你！别乱动，影响我切片的刀工。入口即化，Q 弹爽滑，而且吃下去之后，体内的混沌灵力居然又凝实了1分，果然是大补啊！哭什么？你们邪神不是号称地裂重生，生生不息吗？赶紧长！我空间戒指里的几百口乡亲们还没吃晚饭呢。你要是长得慢了，我就把你那颗混沌核心挖出来当球体。虽然现在躲在葬神渊里，天道之眼暂时找不到我，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完全无法解我内心深处的被害妄想症。既然你容不下我，那我就只能把你给吃了。系统，开启最高级别推演。推演目标，以我目前的混沌境修为为基础，融合2大宗门底蕴、远古邪神法则以及深渊瘴气。我要炼制一种丹药，不，我要炼制一种能够吞噬天、取代世界意志的终极法门。目标涉及位面核心规则，推演过程极度危险，耗时将不可估量。是否确认？确认。老子今天就死磕到底了。推演开始。推演第150年，你尝试将邪神的混沌法则与剑河的锐利剑气融合，试图强行劈开天道的规则网，但在推演空间中，当你面对模拟出的天道之眼时，被一道紫霄神雷直接劈成了飞灰。推演第320年，你发现硬刚天道不可取，必须从内部瓦解。你开始利用九幽魔宗的诅咒之法，结合深渊的瘴气，试图污染天道，但天道无情无欲。你在推演空间里死了3万多次。在现实中，远古邪神已经被我下意识散发出的推演气息折磨得彻底失去了自我意识，他变成了一台无情的产肉机器，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着法则碎片。推演第999年，终于在经历了120万次推演后，你找到了唯一一条能够100%无伤炼化天道的配方路线。你放弃了所有传统的修仙功法，你将吞天造化诀逆向运转。你意识到天道就是一团巨大的药材，你用凌天剑阁的10万把仙剑作为柴火，用极品龙脉作为炉鼎，终于摸到了一丝门道。推演成功，恭喜宿主经历100万次试摸，成功推演出超越位面级别的唯一丹方，无视天道防御。一旦服下，宿主将取而代之，成为这方宇宙唯一的主宰。1000年，老子苟了1000年，终于把这破药方给弄出来了。这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威胁到我的安全。异术必须毁灭！找了我1000年，辛苦你了啊！刚好我的炼丹炉已经热了，主药也该下锅了。真是好大的阵仗啊！不过炼制诸天丹刚好需要最猛烈的规则之火，你既然这么热情，那我就不客气了。开炉！阿尔扎斯老弟，这些年承蒙你的肉体照顾，今天终于到了你会发挥最后余热的时候。不，你不要过来！你这恶魔魔鬼！天道大老爷，快逼死这个变态吧！晚了，你可是我这炉丹药的绝佳药引啊！在做什么？极度危险，终止灭杀，切断法则链接。好，找了我1000年，现在把我的炉子点着了，你不留下当主药，你觉得合适吗？哼，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把老子的安全感当成什么了？警告：核心法则受损。警告：位面即将崩塌。别挣扎了，你活着我就睡不踏实。为了我的退休生活，今天你必须进锅，给老子起！风炉，无法抵抗消亡。陆渊，放过我！我愿意奉你为界主，我愿意把整个世界的气运都给你，只要你不炼化我，我可以让你成为这方宇宙的神。奉我为主？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你现在为了活命，当然什么都愿意答应我。但万一以后你实力恢复了，那天晚上趁我睡着的时候，偷偷在我的被窝里降下一道天雷怎么办？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有1/1000，我也绝对不允许它存在。所以，收起你的条件吧。我不相信任何承诺，我只相信，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才是绝对安全的。给我彻底炼化！陆渊，你不得好死！跟作诅咒你生生世世！为了这玩意儿，老子提心吊胆了1000年，连个安稳觉都没睡过。有点像蓝莓暴击果汁软糖，味道还挺甜的。原来这就是天道的视角，全知全能。时光回溯。仙长，咱们不是在逃命吗？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们的新家，复原。完美！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种田，舒舒服服的睡个回笼觉了。不对劲！太危险了！我以为炼化了天道就安全了，我简直太天真了。这宇宙之外还有多元宇宙，万一有更高级别的穿越者，带着什么秒杀天道系统来到我的地盘，看我不顺眼，非要拿我装逼打脸怎么办？既然这方宇宙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个气泡，那我就把它带在身边，大千叔叔，天地回忆。还是把家当全部带在身上比较有安全感。宇宙太危险了，我得去找个更高维度的偏僻角落。谁要是敢打扰我种田，老子就把他的高维宇宙也一锅炖了。